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应该喜欢吃薯片、薯条一类的吧。今天就反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们有谁是不喜欢吃薯条、薯片的？可以在弹幕里面打个1。我觉得薯片、薯条真乃是人类的福音啊！主要土豆这种东西，基本上全球每个地方的人都会吃，再加上简单的油炸烹饪，让人欲罢不能。可是如果你每天都只吃薯条、薯片，那你的身体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？今天就要给大家带来一个青少年的真实案例，虽说非常的极端，但背后竟然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。那么想让一个人能持续不断的每天吃同一种东西，那他一定是有什么魔力的，就像是薯片、薯条。为什么人很容易就对这些食物上瘾呢？其实主要有几个原因。首先是薯条和薯片有着非常引发猪瘾的3要素，那就是淀粉、盐和脂肪。没错，这个铁三角组合几乎涵盖了市面上所有的垃圾食品。那为啥要称之为垃圾食品呢？就是因为它们营养单一，长期食用不仅会营养不良，还会导致肥胖和心脑血管疾病。而对于薯条、薯片来说，这类的盐分普遍都较高，而吃盐会刺激人的多巴胺分泌。多巴胺是一种控制大脑愉悦中心的化学物质，一旦大脑获得了第一次快感，那它就会开始渴望更多。而刚好糖油混合物是绝对的血糖波动计，几块下去加上盐的刺激，就会产生更加强大的饥饿感和食欲，从而想要吃的更多。另外，薯条和薯片的口感也是非常重要的。试想一下，如果有一包开了2天，并且已经发潮的薯片，你吃一口还会喜欢吗？同样的，一包已经冷掉并且非常绵软且脱了水的薯条，我相信就算再喜欢吃的人都会觉得索然无味。其核心就是口感，这种口感加深了薯条和薯片进入人体嘴里的印象。研究表明，酥脆的食物在咀嚼时会让大脑产生更多的愉悦感，而这种质地往往让人难以停止进食，再加上生产商还会给薯片加上不同的口味，让消费者的选择性更多。每次追剧或是大晚上嘴巴里没有味道的时候，心理上就会更加容易暗示你应该在此时此刻开上一包了。其实这都不是我们的过错，也不是薯条、薯片的问题，而是人类对于淀粉、盐和脂肪天生的生理热衷。虽然这不健康，但也不见得真的能够上瘾到每天每顿都要吃的地步吧。这个来自内科医学年鉴上的极端案例，清楚地证明了为什么我们要少吃这类的垃圾食品。一位匿名的14岁青少年和父母说道，自己每天都觉得乏力、疲惫，也没有耐心做任何事情，所以父母就带他去医院检查了一下身体，结果显示他的体重非常正常，也没有明显的营养不良迹象，只是血液检查显示他有点贫血，维生素 B12 的水平比正常值要低。他和医生说自己是个挑食的人，医生也没有多问，单纯的让他多吃点营养丰富的食物。于是给他开了点维生素 B12 的注射剂就回去了。结果不到1年，他的视力和听力就开始明显下降，于是他们又去到了医院，可是医生也没有找到病因。又过了2年，到他17岁的时候，他的视力已经恶化到失明的程度，最终他再次回到了医院。医生发现了他严重缺乏维生素 B12 以及维生素 D， 而且体内的铜和硒水平也很低，锌的水平反而很高，骨密度降低，而他的视神经病变已经让他彻底失明了。其实在第一次去看医生之前，他的视力就已经开始下降，但是男孩并没有当回事，一拖再拖，到了17岁这个阶段，视力损伤已经是永久性的了，没有任何挽回的办法。当医生问起男孩平时到底如何吃饭的时候，他说道自己从小学开始就只吃炸薯条、薯片以及白面包和加工过的火腿和香肠，另外的东西几乎不碰。这下问题找到了，这个男孩从小开始就不仅仅是简单的挑食，而是长时间严重缺乏多重营养。那么如果一样东西你特别喜欢吃，也不见得每天每顿都能够吃下去，总会吃腻的吧。所以说这还与他的心理有着密切的关系。最后医生还是给这名青少年开了营养补充剂，以预防更加严重的病变。其次他还因饮食失调被转接到了心理健康服务机构。研究人员指出，这名青少年的严格挑食心理让他只吃某样或者某几样食物，几十年如一日，当然会产生健康方面的问题。对于该名青少年的诊断，心理医生把它叫做回避限制性食物摄入障碍，或是被称为选择性饮食障碍。回避限制性食物摄入障碍，简称 ARFID， 这是一种进食障碍，患者会严重限制所摄入食物的种类或者数量，从而导致营养不良、体重减轻和心理问题。患有 ARFID 的患者往往会因为以下3种原因而避免进食。第一，吃东西后会害怕发生不好的事情，例如窒息或者呕吐。第二是对食物某些感官方面的厌恶，例如其质地、味道、气味或者颜色。第三，对进食缺乏广泛的兴趣。与普通厌食症不同的是，厌食症患者往往会害怕自己长胖，从而在吃下东西后会疯狂呕吐，导致身体看上去偏瘦小。而患有 ARFID 的患者，他们挑食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自己太胖或者太瘦，完全是对特定的食物没有了兴趣，再加上对食物本身的感官特性，
导致其执行功能失调，直接就放弃吃某些食物了，最终导致了食欲不振，难以进食。虽然 AIFID 的患者都不爱吃东西，但研究表明，这种病可存在于任意体重的人身上。其实，对于我们普通的人来说，怎么会因为食物的气味、颜色或者质地去极端的挑食呢？试想一下，你某天吃了一条绿色的黄瓜，结果你感觉不是很好吃，结果所有绿色的瓜类你都拒绝食用；又或者你某天吃了一口生菜，觉得有股你不能接受的味道，结果所有绿色的带叶子的菜你都不吃了，以此类推。长久之后，你可能每次碰到新的食物，你都不想甚至害怕去尝试。上述讲的青少年就有类似的饮食障碍，因为他最常吃的东西就是薯片、薯条、火腿肠和白面包，也许这些东西对他来说才能够让他真正的下咽。所以一开始我也很疑惑，如果是普通的挑食，那作为父母为什么不及时阻止？原因很有可能是他们也阻止不了，因为逼迫他吃，他就有可能什么都吃不下了。所以对于 ARFID 患者，他们的感官往往过于灵敏，极端一点的甚至只会使用特定品类的食品，例如只吃精加工的食物或是工业合成类的食品，像饼干、薯片、士力架等等。这样的感官问题往往在患者儿童早期就形成。不过在2023年有一项调查报告显示，自闭症儿童比普通儿童更容易患上 ARFID。有研究报告指出，在诊断出患有 ARFID 的儿童患者中，有8%到55%都是自闭症儿童。不过各位也不用担心，虽然普通的儿童挑食非常常见，但这并不一定都符合 ARFID 的诊断标准。虽然它与普通挑食有着共同的症状，但诊断出的病例却很少，上述的案例更是极少数。普通挑食可能表现出与 ARFID 的症状相似，不过在3到11岁的儿童中，只有13%到22%的人才会出现挑食，而在这其中 ARFID 的患病率只有5%到14%。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个 ARFID 患者的日常。汉娜是来自洛杉矶的一名8岁女孩，她常年与食物的关系紧张。她的母亲回忆说，在汉娜1岁的时候，就很难从配方奶粉过渡到普通牛奶，而固体食物就更加的挑剔了。女儿有时候试图吃它们，就会经常吐出来或者伸出手来抗议。直到后来，她越来越难以咽下东西，不得不插上了喂食管。对于食物的恐惧，汉娜分享了自己尝试不同类型食物，从各类零食、蔬菜、肉类到主食的视频，并根据不同的接受程度，将食物归类为安全，或是将其列入恐惧的名单。为了克服女儿对于食物的焦虑，她的母亲专门为汉娜开了个 Instagram 账户，一方面是为了宣传此类疾病，另一方面也希望万千网友可以鼓励汉娜尝试新的食物。而自从母亲在 Instagram 分享她的故事以来，汉娜已经尝试了107种新的食物，她喜欢其中的41种，这意味着她愿意再次吃它们。尽管这样做可能仍然会让他感到焦虑，但他还是发现了7种能够让他感觉相对安全的食物，可以毫无焦虑地吃它们。所以说，治疗 ARFID 是不能通过强行逼迫患者吃东西，这样只会让他们更加的厌恶。现如今，这类患者只能通过抗抑郁和抗焦虑的药物干预，以及认知行为疗法，让患者可以对疾病有一定的认知，缓解对食物的焦虑，并且一次次尝试，一次次脱敏，疗效也是相当不错的。反正不管怎么说，人体本身是需要多种多样的营养物质的。长期摄入单一的食物，或者长期不摄入某些元素，对我们都没有好处。不是说你挑不挑食，或是得了厌食症、暴食症此类的心理问题。咱永远要记住的是，你的大脑可能会影响你吃一些东西，但是你的身体是不会排斥它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的。毕竟我们都得活着，都应该遵循科学的营养搭配。人是铁，饭是钢。希望各位在看完今天的视频后，都能够好好吃饭，健康生活。那么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如果各位觉得这个视频有用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关注。我是真人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